来了，这次有5个配色，我觉得最好看的还是黄色，你觉得呢？这次终于配上了快充，30%到80%只需要35分钟。电池有17度电，可以行驶215公里，大概每1度电呢可以走12.4公里，大概平均算下来的话呢，每公里只需要5分钱。这个电池呢还可以自动加热，在寒冷地区的冬天也不担心续航会有太大的打折。内饰呢有2个配色，我觉得浅色的配色应该是更受女孩子欢迎的。最重要的还有它的这一个内饰的这个座椅，它是采用到了 Dior 的这个千鸟格的一个设计，看起来应该是更受女孩子喜欢的吧。但是这种类型的织物座椅还是有点容易脏的。双门车进入后排，我们的座椅可以一键放倒，但是它不可以一键回位。还需要这样。我们找来2个这么大的箱子，看一下这台 Mini EV 能不能放得进。有点强人所难。哎，它还是分体放倒。第2个，好像还可以再放1个哎。你有病！看完这些，我们再试一下这台车开起来有什么变化。坐起来好像比之前舒服了，这个凳子据说是优化过的，然后坐起来之后发现确实是还挺舒服的。然后呢，在这一代的车型上呢，据说啊它是优化了底盘的。然后我们坐上来以后，其实确实挺惊艳的。就像现在我们走的这一种叫什么碎石路、搓板路等等，就这一类的这种很不平整的路。然后刚刚我开我自己的车的时候呢，我会感觉到这个地板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噪音的，同时它的颠簸也是比较明显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开这一台马卡龙的时候呢，能感觉到在过这种烂路的时候，它的这个滤震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然后呢，马卡龙它这么小的一个身形啊，然后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就是在这种园区里面试驾，你也不会觉得特别憋屈，因为这个车特别的小，然后很灵活，在这种非常窄的路，你可以随便一把就过去了。其实我有点很想吐槽的就是，它在新款的车型上呢，它依然还是没有改掉这一个旋转的这个旋钮式的一个换挡。我觉得这个旋钮式的换挡呢，它真的不是很好用，就不太精准，就不太容易一下就拧到你想要的一个档位。我觉得这一点下一代车型能不能再优化一下呢？这一次呢，它是更新了4个模式的，然后呢有经济模式、运动模式、标准模式跟经济加模式。一个30千瓦的电机，它的一个运动模式会是什么样的呢？这个模式下，我觉得超车是会更容易一点了。这个它动力的输出会更加直接。有没有发现它这一次这个倒车影像比以前好用很多了？它现在这个倒车影像呢，它不再是把这一个影像放在这一个位置，而是放在中控屏这个位置，然后它显示清晰一点了，也大一点了。我觉得这一点的改进还是非常好的。其实，在这一台车上，它确实是优化了一下在低速场景下的这一种行驶的质感。它现在的这一个调教是非常像燃油车的那种感觉的，就是你松开油门，然后呢它就会慢慢的往前蠕行一点点。这种其实是特别容易在我们堵车的时候让你的车辆跟紧前车的。其实这台车更多还是以城市为主嘛，所以说像这种调教是更加的贴近它的定位了，就是更加的在它的这个定位之上，这台车变得更加的好开。我觉得这一点做的真的是很好。其实50的我觉得它特别好的一点就是，作为一个传统车企，一个这么大的车企，有这么多用户的车企，你都可以去把用户的声音给收集起来，然后呢去改进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然后去改进。我觉得这点很棒。Mini EV 这款车型在2020年上市至今，已经卖出了100多万台。在当年大家还对电动车一知半解的时代，也是 Mini EV 以一个非常低的价格，让很多跃跃欲试的家庭买下了第一张新时代汽车的体验券，让电动车正式的大规模走进了千家万户。但是当时它的体验依然有所欠缺，被人诟病副驾没有安全气囊、坐姿太高、没有快充等等的问题。在3年后，这些问题都在一一改进，它依然还是一个入门小车，但是它似乎从一个刚需型定位的出行工具，变成了一个改善型的出行工具。